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这辈子有没有过差一点就完了的经历？差一点撞上的车，差一点掉下去的台阶，差一点查不出来的隐患大病，回头想起来一身冷汗，不由感慨自己命大，运气好。可是诸位，你们有没有认真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偏偏是你总能差那一步？为什么有些人一次就没躲过去，一次意外整个家就彻底塌了？我跟你们讲句交底的话，这世上根本没有那么多无缘无故的命大，所有死里逃生的背后都有你看不见的阴德在替你死死撑着。那到底什么是阴德？很多老朋友可能会说，阴德不就是行善做好事吗？我经常去庙里给功德箱里塞钱，过马路我也扶过老人，遇到要饭的我也给2块钱，这算不算积阴德？算，但这只能叫善，还不一定能叫阴德。咱们老祖宗造字，那是极有智慧的，把天地间的因果都藏在字里头了。诸位看看这个阴字是什么意思？是藏在暗处，是不见光，是不为人知，甚至做完之后连你自己都忘了。你做了一件好事，四处去跟邻居说，大家都竖起大拇指，夸你是个大好人，你心里美滋滋的，这就叫扬善。扬善是有漏的，你拿了名声，得到了大家的一句谢谢，这笔福报在人间当场就结算完毕了，抵消了。真正的阴德是你帮了别人，却像没发生过一样，绝不声张，是你做了一件大好事，压根没想要别人来报恩，甚至有时候你是硬生生咽下了一口委屈，宁可自己吃点亏，也没有把对方逼上绝路。这种不声不响，完全不带任何算计和炫耀的慈悲，在人间没有得到任何回报，它去哪了？它全存到了天道的户头里，变成了你和你儿孙命盘里最厚实的本钱，这就叫阴德。为什么阴德能在关键时刻救你的命？佛法里讲因果法则，咱们活在世间，谁敢拍着胸脯说自己过去甚至是前世都没做过一点错事？那些错事，那些有意无意伤害别人的恶念，就像一粒粒有毒的种子，早就埋在了你的命数里，等到条件成熟了，它就要发芽，就要化成一场车祸，一场大病，一场破财的横祸来找你算账。这就是老话说的在劫难逃。因果是铁律，不准随便抹账的，而阴德也并不能把那粒毒种子凭空变没，但它能改变这个灾难落到你头上的方式，把大灾化成了小难。就像天上马上要砸下来一块100斤重的大石头，如果是普通人，这块石头毫无阻挡地砸在脑袋上，那人当场就没了。可是因为你平时暗中拖了别人的命，积了厚厚的阴德，这股阴德就像是在你头顶上悄悄垫了一层又厚又软的棉被，灾祸的石头还是那块石头，砸还是砸下来了，但是经过这层无形的棉被一挡一缓冲，原本要命的力道被卸掉了一大半。等石头砸到你头上的时候，可能就是让你摔个跟头，撑破点皮，或者让你损失一点小钱。你以为是你自己动作快躲过去了，其实是你的阴德替你扛下了那最致命的99斤力道。这在佛法里就叫重报轻受。所以你们要晓得，当那个大灾大难快要降临的时候，老天爷不会变成一道金光从天上劈下来救你，他往往是借别人的手，借你心里突然冒出来的一个莫名的念头，甚至借你出门时找不到钥匙耽误的3分钟，把你从死神的门缝里
硬生生地拽回来，你能在千钧一发之际绝处逢生，绝不是因为你临时烧的高香，而是因为你早年间亲手往自己家庭命数的账本里存下了3笔最实在的救命阴德。这3笔用来救命的阴德到底是什么？咱们先来说这第1笔，老祖宗管它叫救生。很多老朋友一听这2个字马上就点头，说这个我懂，不就是去菜市场买几条泥鳅，买2只乌龟，拿到河边去放生嘛？我初一十五经常干。诸位，买物命放生当然是好事，但那只是救生里头最基础的一层。真正能往你家命数里存大福报的救生，往往不是你挑好日子去做的，而是他毫无防备地砸到你面前，在你最害怕惹麻烦、最怕引火烧身的时候，你做出的那个选择。现在的世道，大家互相坐在一起闲聊，经常会互相叮嘱，在外面遇到别人倒在地上，千万别去扶，碰上不讲理的家属，讹你个倾家荡产。我跟诸位交个底，大家有这个顾虑，怕惹麻烦，这都是人之常情。佛法也绝不要求普通人去当不顾死活的圣人。可是你们要晓得，当一条鲜活的命恰好就落到你眼皮子底下，生死就悬在你的一念之间时，你心里的那个决定，那是会直接刻进法界，刻进你整个家族的契机里去的。我见过一个开大货车的司机，咱们叫他老李。老李干了一辈子长途货运，眼看还有2、3年就要安安稳稳拿退休金了。他这人没别的念头，就想平平安安退下来，回家抱孙子。跑车的人都知道，出门在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最怕的就是沾上车祸。一旦被牵连进去，说不清道不明，可能一辈子的积蓄就赔进去了。有那么一年深秋的一个大雨夜，老李开着空车走在一条没有路灯的道上，那雨下得极大，雨刮器开到最快都刮不赢。老李正全神贯注地盯着前面，突然车灯一扫，他心里咯噔一下，只见前方的超车道上四仰八叉地躺着一辆摔烂的摩托车，旁边趴着一个年轻小伙子，一动不动。这条道晚上全是拉煤、拉钢筋的重型半挂车，速度极快，视线又差。这小伙子躺在超车道上，只要后面随便上来一辆大车，哪怕只是稍微压过去个边儿，这小伙子就危险了。老李当时本能的第一反应就是猛打方向盘，一脚油门从旁边绕过去。他脑子里飞快地转，这黑灯瞎火的，我连个行车记录仪都看不清，我要是停下来去拉他，万一人死了，家属反咬一口，说是我撞的怎么办？万一我下车的时候，后面的车把我给撞了，我老婆孩子谁来养？他心里这么想着，车子已经开出去了40-50米。可是老李这眼睛就不由自主地往后视镜里瞥，镜子里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但他心里头那股子难受啊，就像被猫爪子狠命的挠。他知道自己只要一走，这小伙今晚怕是凶多吉少。就在这天人交战的一瞬间，老李突然大吼了一声，狠狠一咬牙，一把方向盘硬生生把这辆10几米长的大货车在雨夜里倒了回去。他不仅倒回去了，他还做了一个非常要命的动作，他把方向盘一打，让自己的大货车横了过来，像一堵铁墙一样死死挡在了那个小伙子的正前方，然后把车上所有的双闪灯、大灯全部打开。老李刚跳下车，冒着大雨冲过去，抓住那小伙子的胳膊往路边死命地拖。就在他刚把人拖到
护栏外头的那一秒钟，就听见后头轰的一声巨响，震得大雨都散开了。后面一辆满载的重型卡车，因为雨天路滑根本刹不住，结结实实地撞在了老李那辆横着的大货车尾部，半个车厢都被撞瘪了，钢铁撕裂的声音在夜里听得人头皮发麻。后来交警和救护车都来了，现场乱成一锅粥。老李一看那小伙子还有气，被抬上了救护车。他一句话也没多说，也没去找人家家属留个名字要个感谢，他自己捏着鼻子认了倒霉。因为是他违规横穿拦路，保险公司扯皮，他自己掏腰包贴了大半的修车钱。回家后，老李被他老婆指着鼻子骂了整整1个月，说他是个彻头彻尾的老傻子，白白往水里扔了几万块钱。老李也不还嘴，这事儿慢慢也就烂在肚子里，连他自己都快忘了。时间一晃10几年过去了，老李早退了休，成天乐呵呵的带着自己最疼爱的小孙子。可是天有不测风云，那年孙子突然查出了一种非常罕见的血液病，急需一种极其稀缺的血小板来保命，本地血库根本没有。好不容易联系到邻市的医院有匹配的血源，可是偏偏那天遇上了100年不遇的特大暴雨，连着引发了山体滑坡，连接2座城市的高速公路被彻底封死，医院的救护车开出去10几公里，看着前面像小山一样的塌方，只能无奈地倒回来。大夫也束手无策，让家属准备后事。老李的老婆在走廊里哭得晕死过去，老李蹲在墙角，他心里全是绝望。在这个叫天不应的关口，突然重症监护室外头一阵大乱，几个浑身是泥穿着防水服的壮汉手里紧紧护着一个恒温保温箱，像疯了一样冲进了急诊大厅。大夫打开箱子一看，正是救命的血小板。这些人是哪里来的？他们是邻市一个民间越野车俱乐部的车友，晚上在本地广播里听到了这个紧急求助，几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直接开出了自己改装过的高底盘越野车，大路走不通，他们就冒着泥石流的危险，硬是从深山老林里那些坑坑洼洼泥泞不堪的野路伐木道上深深趟出了一条路，连夜把这包血送到了老李的面前。小孙子的命就这么奇迹般的接上了。老朋友们，你们听完这件事心里有没有震动？咱们用佛法的眼光往深处看一看，当年那个被老李救下的小伙子并没有出现在送血的队伍里。天道安排的因果从来都不是简单的，你给我1碗饭，我以后还你2个馒头。佛法讲法界缘起，什么是法界？你周围的这一切因缘网络就是法界。当年那个雨夜，老李把自己的大货车横在路中间，他挡住的仅仅是后面那辆重卡吗？不是的，他那一堵是硬生生地截断了死神去收割一条生命的去路。他心里也害怕被讹诈，也心疼钱，但他强行压住了心里的那股冷漠，没有转身离开。诸位，你向这天地证明了你的慈悲，法界就会把你这份不冷漠深深地刻进你这个家族的因果账本上。这种无形的善念磁场会在几十年里慢慢发酵生长，等到无常大鬼来敲你家门，要带走你亲孙子的时候，天道怎么还你这笔账？天道就会在你最绝望的时候莫名其妙地安排几个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冒着大雨连夜替你家截住无常，在没有任何生路的地方
给你家趟出一条生路来。所以到底什么是救生之德？不一定非要去放生吃力，放几只甲鱼在你自己有能力有相对安全的范围里。当你遇见别人摔倒，别人遇到急难，你打个电话求助一下，帮着喊一嗓子，或者替人家争取1-2分钟的时间，你不要怕惹麻烦。你今天压住了一次冷漠，替别人的孩子截住了一条快断的命，这就等于在你自家晚辈的命数里存下了一把能在关键时刻砸开死门的铁锤。讲到这里，肯定有些老朋友会说，我就是个退休在家的普通老头老太太，一辈子也遇不到这种在马路上救人的大场面，那我岂不是积攒不了这种救命的阴德了？诸位别急，天道留给世人的活门绝不止这一扇，这用来救命的第2笔阴德，不需要你遇见车祸，也不需要你出去满世界找好事做，它就藏在咱们寻常的人情世故里。但是我跟诸位交个底，这笔阴德比在雨夜里救人还要难上10倍。为什么说它难？因为它恰恰发生在你火气最大，你完全在你这边，而且你完全有能力把一个人彻底毁掉的时候，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强行给自己踩了一脚刹车。这在咱们老祖宗的学问里叫做止恶之德。别人得罪了你，坑了你，你手里刚好攥着足以让他翻不了身的把柄，只要你一松手，他马上就能倾家荡产，甚至连他的家人都要跟着遭殃。在你有绝对优势绝对权力的时候，你能收住手，这就叫大阴德。你们想想看，人活一口气，谁受了欺负不想报复，快意恩仇，那是人的本能。可是如果你能压住这股子本能，那在命数里结出来的果子是极其不可思议的。宋朝有一位极了不起的宰相，叫王旦。宰相嘛，那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位极人臣了。王旦这个人一辈子最图个安稳，办事四平八稳。他走到那个高位上，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朝廷里那些你死我活的派系斗争，怕一不小心结下死仇，惹来灭门之祸。可是偏偏呢，朝廷里有个脾气极其火爆，非常刚烈的同僚叫寇准。这寇准也是个大能人，但他就是看王旦不顺眼，觉得王旦办事太温和太圆滑，于是寇准就成了一根刺，隔三差五就在皇帝面前告王旦的黑状，指着鼻子挑他的毛病，而且说话极难听，恨不得立刻把王旦从宰相的位置上拉下来。寇准干的这些事，王旦心里是一清二楚的。王旦手底下的人也都憋着一肚子火，天天在私下里劝王旦，相爷寇准这么往死里整您，天天给您下绊子，咱们手里也有他不少违规越权的黑材料，您只要稍微透点风给御史台，咱们就能名正言顺地整死他。可是王旦每次都把手下人死死压住，一句寇准的坏话也不准他们往外说。后来啊，风水轮流转，寇准因为脾气太硬，得罪了太多权贵，终于失势了，被皇帝贬了官。皇帝心里对寇准也是烦得不行，厌恶到了极点。有一天，皇帝把王旦单独叫到内廷，平推了左右，私下里跟王旦交底。皇帝其实就是想找个借口，彻底把寇准这个麻烦给办了。于是皇帝故意顺着话音问王旦，王爱卿啊，那个寇准成天在朕面前骂你，挑你的刺，你老实跟朕说说，这寇准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诸位老朋友，你们仔细体会一下这个时候的王旦，这叫什么处境？这是绝佳的报复机会啊！
政敌已经失势，大老板已经起了杀心，这刀都已经递到王旦手里了。只要王旦这个时候顺水推舟，轻轻点一下头，叹一口气，装作委屈地说上一句：陛下明鉴，寇准确实常常心怀怨恨，居心叵测。就这一句话，寇准这辈子就算彻底完蛋了。按当时的律法，寇准不仅自己要流放惨死，甚至连他的家人老小都要跟着遭大罪。可是在这最能快意恩仇的1秒钟里，王旦是怎么做的？王旦立刻跪在地上，不仅没有落井下石，反而极其诚恳地对着皇帝说：陛下，寇准经常骂臣，那是因为臣确实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够好，他挑的毛病都是对的。寇准这个人脾气虽然臭，但他对国家对陛下是绝对的一片赤诚，他是个极其难得的敢说真话的之臣，他绝对没有私心。陛下您千万要重用他，千万不能因为他脾气不好就错失了咱们国家的栋梁啊！皇帝听完这番话，愣了半天，大受震撼。皇帝心想，寇准天天骂你，你还拿身家性命保他，看来寇准真的是个忠臣。皇帝心里的杀气瞬间就散了。后来这番话拐弯抹角地传到了寇准的耳朵里，脾气那么硬，那么骄傲的寇准听完之后羞愧得满脸通红，坐在椅子上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他长叹了一声，心服口服地说：王大人真是宰相肚里能撑船，我寇准的境界根本比不上他。也就是因为王旦在最能毁掉寇准的时候强行收住了手，不仅保全了一位国家的能臣，也让他自己晚年的福报极大。后来朝廷里发生了极其残酷的派系清洗，无数高官因为此家破人亡，唯独王旦这一系安安稳稳，连子孙后代都避开了政治灾祸，福泽绵长。诸位老朋友，咱们今天讲这件古事，不是为了听历史故事，是为了照见咱们眼下的日子。我跟你们讲句透底的话，现在很多人到了晚年，觉得处处碰壁，儿女不顺，遇着点事连个帮忙的人都没有。其实往往不是因为他没做过善事，而是他年轻的时候脾气太暴，得理不饶人，把事情做得太绝了。佛法里头讲，修行要断嗔恳心。什么是嗔恳心？就是别人惹了你，你心里的那把怒火烧到了头顶，非要把对方连根拔起，非要看到对方倒霉，看对方一家子跪地求饶，你才觉得痛快。这种心念一出来，恶业的轮盘就开始转了。确实别人坑了你，背叛了你，理都在你这边，你依法去追究，这是你的本分。佛法也不让人当随便受欺负的窝囊废，但是当你手里握着那把刀，看到这一刀砍下去，不仅会伤到他，还会毁掉他的家庭，甚至让人家一辈子抬不起头的时候，你咬咬牙把刀插回了刀鞘，这就叫止恶之阴德。你以为你放过的是你的仇人吗？根本不是的，在你把刀插回去的那1秒钟，你就已经斩断了那个冤冤相报的恶缘轮盘。你不把别人逼入死胡同，天道在算账的时候就不会把你和你的家人逼入绝境。你今天在盛怒之下给别人留的余地，其实全都是在为你自己命数里存下晚年的退路。天道看你脾气这么火爆，还能踩住刹车，将来无常大鬼来找你的时候，也会对你手下留情救生。那是把掉进深渊里的人用力拉上来。止恶是在你有能力把人推下去的时候收住了手。可是诸位，天地间的因果账本上
还有第三笔用来救命的阴德。这笔阴德最隐秘，也最有力量。很多时候，连做这事的人自己都不知道它的威力有多大。这第三笔阴德，老祖宗管它叫暗中托命。什么叫托命？就是当一个人走投无路，眼看着生活那个支点就要彻底断裂的时候，你悄悄地伸出手，替他把这个支点给拖住了。可是这里头有个极其严苛的规矩，佛法里管这个规矩叫无相布施。用咱们老百姓的大白话说，就是你帮了他，但你绝不留名，绝不挂在嘴边，绝不让对方背上沉重的人情债，甚至做完之后你自己都把它忘得一干二净。很多老朋友行善，心里头总有个坎过不去，借钱给亲戚渡过难关，或者帮了朋友一个大忙，事后总觉得当年要不是我，你能有今天，你怎么见了我？连句热乎话都没有，只要对方稍微有些不够恭敬，这心里就怨气冲天。诸位啊，只要你一开口讨要这个人情，只要你心里还端这个恩人的架子，你当年种下的那点福报当场就漏光了。真正的阴德之所以叫阴，就是因为它见不得光，它不能拿来换取别人的崇拜和服从。你不让别人背负感恩的包袱，这笔福气才会老老实实的攒在你家的命数里。我认识一个叫老张的，老张两口子在一个老旧的居民小区门口开了一家不大的杂货铺。老张这个人平时精打细算，一分钱一毛钱都抠得很紧，毕竟一家老小的吃喝拉撒都在这个小店上。他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守着这个铺子，安安稳稳的过日子。这小区里头住着一个收废品的老太太，老太太命苦，儿子儿媳早年出了意外没保住，就留下一个刚上小学的小孙女，祖孙俩相依为命，就靠着老太太每天早出晚归，在附近的垃圾桶里捡些纸板塑料瓶卖钱度日。老张每天早上开门理货，都能看见那老太太佝偻着背，拖着个比他人还大的蛇皮袋从店门口走过。那小孙女穿着破旧的衣服，背着书包，安安静静地跟在奶奶后头。有几次老太太来老张店里买最便宜的挂面，老张跟她搭了句话，才知道那小孙女眼看就要交下学期的饭费和学杂费了。老太太愁得整夜睡不着觉。老张看着那小女孩澄澈却胆怯的眼睛，心里头一阵阵的发酸。他想帮一把，可是老张是个明白人，他太懂底层人的自尊了。如果他直接拿出1000块钱塞给老太太，或者说这钱算我可怜你们的老太太，那种刚强了一辈子的要脸面的人绝对不会要。而且一旦戳破了这层窗户纸，老太太以后可能觉得矮人一头，连这附近都不好意思来捡破烂了，那岂不是断了人家祖孙俩本来就不宽裕的生路？于是老张想了个办法，老太太每次捡完纸板都会顺路拉到老张店门口，借老张的秤称一称，然后再拉去几公里外的废品站卖。老太太眼睛不好，白内障很严重，看那个称心总是模模糊糊的。那天清晨，老太太又拉着一捆纸板来过秤，其实那捆纸板只有8斤。老张装模作样的看了一眼秤砣，扯着嗓子大喊了一声：大娘，10斤半！哈！老太太千恩万谢，正准备收拾纸板去废品站，老张赶紧拦住她说：大娘，你这么大岁数，拉那么远太费劲了，刚好我下午有货车来收纸箱，
我按废品站的原价收你的，你也不用跑腿了。老太太高兴坏了。老张拉开抽屉算钱，他把该给的8斤废纸钱拿出来，又偷偷从自己放零钱的格子里抓了几张10块5块的纸币，揉碎了，不露痕迹的掺进那一堆零钱里，一把交给了老太太。老太太眼神不好，拿着钱数了数，乐呵呵的以为今天自己运气好，捡得比平时重，高高兴兴的回去给孙女做饭了。从那天起整整6年，只要这老太太来过秤，她每次都会多含几斤，甚至每次找钱时，老张都在秤盘底下偷偷把自己的钱塞进去，而这一切老张连自己的老婆都没敢告诉，生怕老婆嫌他倒贴钱跟他吵架。那6年里，老太太就这么一分一分1块1块地硬生生凑齐了，小孙女的学费饭费，孩子也安安稳稳的上到了初中。老张呢，每天看着祖孙俩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心里就觉得挺舒坦，完全没把这当成什么恩情。时间久了，连他自己都习惯了这种赔本买卖，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去。就在小女孩上初2那年冬天的一个深夜，出了一件要命的大事。那天夜里风极大，气温降到了零下。老张杂货铺后院的仓库因为电线实在太老化了，加上被老鼠咬破了皮，半夜突然短路起了火。那天正好赶上老张老婆回了娘家，老张一个人在前面铺子里睡得死死的，连滚滚的浓烟灌进屋里都没察觉，街坊四邻都在熟睡，根本没人发现。眼看着火苗子已经窜上了房梁，马上就要烧到老张睡觉的里屋了。偏偏就在这个深更半夜，那个老太太因为白天小孙女发烧没出门，半夜孩子退了烧，她为了多赚2块钱，顶着寒风出门，正好溜达到老张铺子附近的垃圾桶翻找硬纸板。老太太鼻子灵，突然闻到一股极其刺鼻的焦糊味，她抬头一看，老张后院已经是火光冲天。老太太吓得魂都没了，扑到老张铺子的卷帘门上，死命的拍打，拼着老命大喊：起火啦！老张，快醒醒啊！可是里头一点动静都没有，老张已经被浓烟熏得完全失去了意识。这时候，那个平日里连走路都打晃的老太太也不知道哪里来的一股神力，她四下摸索，捡起路边一块修花坛用的半截青砖，照着卷帘门旁边那扇玻璃窗疯了一样的猛砸，玻璃碎了一地。老太太不顾危险，半个身子探进去，硬生生把反锁的窗户栓给拨开了。她一边大声呼救，惊动了邻居，一边和赶来的2个年轻小伙子一起冲进浓烟滚滚的屋里，把昏迷的老张死死拖到了大街上。就在老张被拖出来不到1分钟的时间，屋顶轰隆一声彻底塌了，整个杂货铺变成了一片火海。后来老张在医院里醒过来，听邻居说是收废品的老太太半夜砸玻璃救了他一命。老张躺在病床上捂着脸嚎啕大哭，他老婆以为他是心疼被烧毁的铺子，其实只有老张自己心里清楚，他哭的到底是什么。诸位仔细想想，在这个故事里最震撼人心的到底是什么？是老张命大吗？绝不仅仅是佛法里讲无相布施。老张帮了老太太6年，一天都没有居高临下的施舍过她，一天都没有让她觉得自己在欠老张的人情。老张保住了老太太的脸面，让她觉得那是自己凭双手赚来的钱。这股纯粹到了极点的善念，没有掺杂任何虚荣心，没有索要任何情绪价值。他在法界里头
在老张这个家庭的契机里结成了一个极其坚固、极其厚实的护盾。阴德之所以叫阴，就是连你自己都不拿它当回事了，你做完就忘，绝不去讨债。等到大火烧房，无常大鬼马上就要把你带走的时候，当年你暗中托住的那双手就会莫名其妙刚刚好的出现在你那扇紧闭的窗户外面，替你砸开那道死门。诸位老朋友，到现在为止，这3笔救命的阴德咱们都已经讲清楚了。可是我知道很多老朋友听到这里，心里头那个最大的疙瘩还是没有解开。大家一定会问，道理我都听明白了，遇事不冷漠，发火留退路，帮人不留名，这些确实都是大善事。可是我几十年前做的一点微不足道的好事，它没长眼睛也没长腿，凭什么就能在几十年后，在我刚好遇到车祸、遇到大病、遇到火灾的那个节骨眼上，那么精准的赶到现场来救我呢？这个问题问得太有水平了。很多人不信因果，就是因为觉得这事实在太玄乎，想不通里头的机制。今天咱们就把因果法则里头这层最神秘的窗户纸给它彻底捅破。老天爷安排一笔阴德去救人，绝对不是派个神仙下凡，他走的是咱们世间最常理、最不起眼的4道暗门。哪4道暗门呢？用大白话讲，就叫大灾化小、拆分受罪、借人挡灾、错开时辰。这第1道门。大灾化小，佛法里叫重报轻受。你过去造的恶业是一把盐，你积攒的阴德是一大缸水，灾祸该来还得来，盐还是得放进去。但因为你的福报水太多，倾家荡产的大祸落下来就变成了破点小财，原本要命的重病最后变成了挨一刀，做个小手术，业力没有凭空消失，但是它落到你身上的时候，分量被大大的减轻了。这第2道门，拆分受罪，佛法里叫分散受报。有很多老朋友经常跟我抱怨，说我最近怎么这么倒霉，出门丢了钱包，回家切菜切了手，过了2天又把腰给扭了，真是一喝凉水都塞牙，是不是我运势走坏了？我告诉你，遇到这种连续不断的小倒霉，你不仅不该抱怨，你还得赶紧双手合十感恩。为什么？因为在天道的账本上，你命里原本有一场极其惨烈，能把你一家老小彻底压垮的大劫难。老天爷看你平时积了阴德，硬是把这场大劫难给拆碎了，分成了10几次、几十次小麻烦来让你扛。这就好比你原本欠了人家100万，今天必须一次性还清，还不上就得拿命抵。现在天道允许你一天还10块钱，虽然天天都得掏钱心烦，但这其实是在悄悄替你消散重灾啊。这第3道门，借人挡灾，佛法里叫因缘假合。诸位要晓得，福报自己是不会走路的，他怎么来到灾难现场？他必须借一双凡人的手，就像咱们前面讲的，他会借越野车队的手去送血，他会借拾荒老太太的手去砸玻璃。你平时攒下的阴德会在关键时刻改变周围人的念头，哪怕是个平时跟你不熟的人，在那1秒钟他心里也会莫名其妙地生出一个想法，哎呀，我还是帮他一把吧。那些人就是老天爷派来接引你的船。可是最玄妙也最不可思议的是这第4道门，错开时辰。佛法里管这个叫恶缘压伏。这是什么意思呢？佛法讲缘起，一场大祸要发生，绝对不是随便就能发生的，它必须是时间地点人物起因像齿轮一样严丝合缝的
全都咬合在一起，这个灾难才能爆发。只要这里头有一个小零件突然错位了，哪怕只是错开了10分钟，错开了几米远，这场灾难的因缘就凑不齐，恶果就结不出来。很多时候天道拨弄这个小零件，靠的就是你心里的一个念头。我给诸位讲一件唐朝的故事，这件史书上明明白白记载的是，能把这错开时辰的玄机讲得透透彻彻。唐朝有一位极其了不起的名相，叫李密。李密这个人为人极其刚正，在那个朝局混乱，动不动就满门抄斩的年代，他凭着自己的性命和前途，私下里不知道护下了多少被冤枉的忠良家属，保住了无数无辜老弱妇孺的命。他在无形中给自己积攒了极其深厚的救生和止恶之德。可是正因为他太正直，挡了别人的财路和官路，当时朝廷里有个权倾一时、心狠手辣的奸相，名叫元载。元载对李密那是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有一天夜里，元载花重金使事，派出了当时最顶级的杀手，趁着夜色潜入李密的府邸，准备暗杀李密的。不仅如此，元载还提前买通了李密府里的几个夜间巡逻守卫，让他们到了时辰故意走开，绝不阻拦。诸位想想当时的处境，夜深人静，府里的内鬼已经把路让开了，最顶尖的杀手已经翻过了院墙，手里提着刀，正一步步向李密的卧室逼近。时间、地点、杀机，所有的条件在这一刻完全具足。按照因果的显现，今晚就是李密在劫难逃的死期，死门已经彻底封死了。那天晚上，李密正躺在自己卧室的暖榻上。李密平时作息极好，身体也很健康，从来都是沾枕头就睡，一觉睡到大天亮。可是偏偏就在这天夜里，杀手刚刚翻进院墙的那一刻，原本睡得好好的李密突然猛地睁开了眼睛。他突然觉得一阵毫无来由的心烦意乱，胸口就像压着一块大石头，闷得他简直喘不上气来。紧接着他的脑袋开始一阵阵的剧痛，他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躺都觉得不对劲，总觉得这间熟悉的卧室里有一种让他极其难受、极其烦躁的气息，逼着他想要逃离。咱们普通人要是半夜遇到这种突发的心慌头疼，第一反应肯定是忍一忍，或者叫下人熬点安神汤，继续躺在暖和的被窝里熬到天亮。但李密那天晚上的烦躁强烈到了极点，他实在是一刻也躺不下去了。他干脆一下子坐起来，也不叫下人，自己一个人抓起床上，那床厚厚的棉被披在身上，推开卧室的门，顶着半夜刺骨的寒风，穿过大半个院子，一头钻进了平时根本没人睡觉又冷又空旷的书房里。他把被子往那张硬邦邦的榻上一裹，连火盆都没生，竟然奇迹般的觉得胸口不闷了，头也不疼了，倒头就睡了过去。就在李密离开卧室不到半个时辰，杀手摸到了窗前，杀手用刀拨开门栓，悄无声息地潜入卧室，对着床铺上那个隆起的被窝抡起钢刀，就是一阵疯狂的乱砍，棉絮乱飞，床板都被砍断了。杀手砍完一摸，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被子里全是砍碎的枕头和铺垫，根本没有血，人不在。杀手以为计划败露，府里有埋伏，吓得趁乱仓皇逃出了府邸。第二天早上，下人发现卧室里被砍得稀巴烂的床铺，吓得魂飞魄散，而李密正从冰冷的书房里打着哈欠走出来，浑身上下
连一根汗毛都没有伤到。诸位老朋友，你们仔细品一品这件事。李密那天半夜毫无征兆的头疼和心慌，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他突然得了疾病吗？是他神经衰弱吗？根本不是。这就是佛法里讲的，一个人平时心底极其干净，暗中积攒的阴德极其深厚，当他的善业成熟的时候，他的心识就会比凡人清明100倍。这种清明在生死关头就会化作一种极其强烈的直觉。你早年救下的一条条人命，你给别人留下的一条条生路，在这个灾祸即将闭合的最后关头，变成了一个让你心烦意乱，让你头疼欲裂，逼着你非要换个地方睡觉的念头。这就是第4道门，念门压伏，一场必死的暗杀。就因为李密顺着这个念头，抱着被子挪动了几十步的距离，错开了半个时辰的时间。杀手还是那个杀手，刀还是那把刀，但是时间不对了，空间错开了，灾难的零件再也咬合不上，天道硬生生地用一个微小的念头，把李密和死神完美的错开了。所以诸位，最后一刻获救从来都不是老天爷临时起意，它其实就是你10年前20年前第一次护住物命，第一次强压住怒火不去报复别人，第一次暗中掏钱替人拖地时，就已经开始出发，跋山涉水向你走来的一股善念磁场。咱们把这天地间最深邃的4道机理讲透了，咱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心也就踏实了。原来改变命运的钥匙一直都在咱们自己手里，可是既然知道了老天爷是怎么给咱们转运的，咱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到底该具体怎么做呢？总不能天天跑到马路上去等车祸，或者天天盼着别人掉水里去救人吧。今天我给诸位老朋友留下3条平时就能做也必须去做的家训，你们把这3条规矩带回家传给儿女，这就是在给你们整个家族的命数里存进源源不断的救命钱。第1条规矩也是咱们最容易忽略的一条，别怕惹麻烦，遇见危难时绝不做冷漠旁观的人。现在的社会大家坐在一起常常感叹人心不古，说路上碰到老人摔倒不敢扶，碰到有人遇险不敢管，怕被人家家属反咬一口，讹个倾家荡产。诸位，人有顾虑，怕惹麻烦，这是自我保护的本能。佛法绝对不是要求咱们去当不顾死活盲目送死的圣人，但是你要晓得佛法讲缘起，你眼睁睁看着一个活生生的人在你面前挣扎，你为了怕一点麻烦头一扭就走开了，这种事做多了，你的心肠就会越来越硬，这就叫造冷漠之业。冷漠的业力一旦结成了网，将来你和你的家人要是遇到难处，周围的人也会莫名其妙的对你们冷眼旁观。那咱们普通老百姓到底该怎么做？咱们要在保护好自己的前提下，向法界宣告你的不冷漠。比如你走在街上，真看见一个老人摔倒了，你心里害怕被讹，没关系，你不要直接去抱他，你可以先拿出手机拍个视频留个证据，或者站在旁边大声招呼，几个路人一起做个见证，然后赶紧拨打一个急救电话。再比如你看到别人的小孩子在水边或者高处玩耍，眼看就要出事了，你大声吼一句，把他喝止住。诸位想想看，你打个电话喊一嗓子，甚至只是在现场守着等救护车来，替伤者争取了那1-2分钟的时间，你并没有当什么了不起的大英雄，但你压住了心里的那股冷漠，你没有转身离开，
你今天替别人争取的1分钟，在因果账本上就是将来老天爷给你家儿孙争取的一条生路，不做冷漠旁观之业。这就是往命里存救生之德。第2条规矩，比救人更难做到。每逢火气冲天时，给自己留1夜再做决定。人在什么时候最容易造下大恶业？不是你平时干坏事，而是在你理直气壮，觉得别人亏欠了你，而你刚好又有能力把他彻底整死的时候。比如亲戚之间为了争老人的房产，对方做事很不地道，而你手里刚好握着能让他身败名裂的证据，或者你在单位里带出来的徒弟为了上位把你给卖了，现在他犯了错，生杀大权刚好落到你手里，这时候你心里的那股怒火直冲头顶，恨不得一巴掌把他拍死，恨不得让他在所有人面前下跪求饶，让他一家老小都跟着遭殃，你才觉得解气。佛法里管这股子火叫嗔根心，一念嗔心起，100万障门开。当你被这股火气顶着脑门的时候，你千万要记住这句话，先闭上嘴睡一觉，给自己留1夜的时间再做决定。依法追责可不可以？完全可以，拿回属于你自己的东西，对不对？极其正确。但是你千万不要牵连无辜，他得罪了你，你去法办他，但你绝不要去羞辱他的老父亲老母亲，不要去当着他家小孩子的面骂大街，不要以剥夺别人最后的尊严为乐，杀人不过头点地，你不把人逼到彻底没有退路的死胡同里，这就叫留余地。你今天在盛怒之下，在绝对有理的时候，生生咬着牙给别人留的这一截余地，其实全都是在为你自己命数里存下晚年的退路。天道看你脾气这么火爆，还能踩住刹车，将来无常大鬼来找你的时候，也会对你手下留情。第3条规矩也是威力最大的一条，每年暗中去帮一个真正难的人，绝不声张。咱们老朋友很多都喜欢做善事，可是很多人有一个极其顽固的习气，就是帮了人之后总想听那句谢谢，总希望逢年过节人家能提着东西来看看自己。一旦人家没有表现出感恩戴德，坐在饭桌上就开始数落，当年要不是我拉你们家一把，你们早喝西北风了。诸位啊，这不叫积阴德，这叫世俗的交易。你用你的钱买了他的感恩和你的面子，当场就2清了，老天爷那里1分钱的福报都没给你剩下。佛法教咱们要修无相布施。什么叫无相？就是你帮了他，但你不着这个帮人的相。这么做呢，你可以去仔细观察一下身边的亲戚街坊老同事，肯定有那么1、2家确实碰上了过不去的坎，或者是大人生了重病吃不起药，或者是孩子上学交不起学费，在你的能力范围内，你拿出一笔钱或者帮他找个生路，但是你一定要想尽办法把这件事做得毫无痕迹。你可以像咱们前面讲的老张一样，用个借口把钱贴给他，你可以匿名把钱打到他的账上，你甚至可以托一个绝对靠谱的中间人去办，叮嘱绝不能提你的名字，你帮他保住了一份饭碗，帮他接上了治病的药，但你绝不居高临下的去施舍，绝不让他见到你就觉得矮你一头，绝不让他背上沉重的人情债。你做完这件事就当自己喝了杯水一样，转头就把他忘了。这种纯粹不求回报的善念力量是极其可怕的。你不去向受助者讨要情绪价值，这笔厚厚的福气就会完完整整一滴不漏地留在你自己的命盘上。
等到哪天你或者你的儿孙落难了，天道自然会安排你不认识的贵人来给你家托底。诸位老朋友，遇见危难不冷漠，火气冲天留一夜，暗中帮人不留名，这3条家训，不用你花大钱，也不用你天天往深山老林里跑，它就藏在咱们每天打交道的人情世故里。同时我还要最后叮嘱一句，咱们讲积攒阴德可以逢凶化吉，绝对不是鼓励大家故意去冒险。佛法是讲现实因果的，你该遵守的安全规矩要遵守，该买的医疗保险要买，生病了该吃药看大夫还得去看，因为这些现实里的防护和医药本身就是老天爷降下福报时必须要借用的船，你把现实的船造好，再把阴德的帆拉满，这才是真正的顺应天道。好了，今天咱们把这3笔救命的阴德和转运的机理都说透了。我知道很多老朋友年纪大了，听完转头可能就忘。为了让诸位真能把这福报带回家，我最后再啰嗦一遍这3个道理和规矩，大家一定要守住。第一，遇见危难别冷漠，这是给自家种下护身的善因。回到日子里，遇到别人有难，在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哪怕只是帮忙打个急救电话，这也是在给自家攒救命的福报。第二，火气再大也别把事做绝，这是斩断恶缘的轮盘。真要报复别人的时候，强迫自己睡一夜再说，千万别去祸及对方的家人。第三，帮了别人赶紧忘掉，这是最结实的无相布施。掏钱给绝境里的人托底了，就绝对不要逢人便说你不去结人情债，这笔福气才留得住。诸位，你今日替别人接住一条将断的命，天道便记住你曾经护身。你在最愤怒时没有把人逼入绝境，命运便知道你曾经留过余地。你暗中拖住一个无人相助的人，未来当你自己落难时，自然也会有人不忍心看你受苦。所以真正救你的那只手未必是什么显灵的神迹，它其实就是你早年间的一念慈悲，绕过了几十年的光阴，终于在灾难的大门彻底关死之前，及时赶到了你的身边。各位老朋友，如果您觉得我今天讲的因果对您有启发，请动动手指给这个视频点个赞，点个关注。同时您也可以把这篇内容转发给亲友，哪怕只是让他们听进去一句遇事留余地，这也是在为您自己和家人积攒一笔看不见的阴德。最后，我希望每一位看到这里的老朋友都能在评论区里留下你的一句善言。您可以写愿我心存慈悲，处处留余地，也可以写愿家人逢凶化吉，多遇护路人。诸位仔细想想看，当咱们频道里千千万万个老朋友的善念在这小小的屏幕底下汇聚在一起的时候，那形成的正向能量场威力绝对是不可思议的。你今天在这儿种下的一个善念，那股慈悲温暖的磁场最终都会绕回来，回向到你自己身上，回向到你的儿女和家人身上，护着你们全家逢凶化吉。